歐洲旅遊的一點感想，鍾祖康。在語言學校剛結束的暑假，我和妻子背着行囊，坐多國通票火車，到歐洲各國遊歷了1個月。這些少年人的玩意兒，我到一把年紀才坐處女航。很多時候在火車上連續待上近10個小時，舟車勞頓，披星戴月，負重奔跑趕路，還時而被迫與滲出異味、發出雜音的陌生人親密接觸，幾乎令人口吐白沫。目的不外是一睹在北歐之外的當今人類高度文明之鄰。好鄰居意義重大。從挪威到丹麥、德國、比利時、奧地利、瑞士、法國、意大利，再到西班牙，當中除了邊陲的西班牙看來真的是日暮途窮之外，其他各國可說是各具風騷。國與國之間的人均收入或略有差距，市容管理或狹域互限，但其他方面如自由開放程度、生活素質等彼此相當接近，都是可以久留之地。當中沒有一國突然淪為赤貧化外之邦，也沒有一國穿金戴銀獨得天寵。這令我重溫好鄰居這個每每被人，特別是被中國人忽視了的概念。在亞洲，中國從歷史上到今天都是深具流氓本性的惡鄰，要他們理解好鄰居這個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其實並不容易。所謂好鄰居，大抵不是什麼和平共處5項原則的陳詞濫調，而是這個鄰居有沒有虐待自己的國民，制造大量難民，有沒有糟蹋自己的天然環境，導致環境災難禍延鄰國，有沒有對鄰國武力恫嚇，甚至奪人國土。而當中最為人忽視的好鄰居定義是，這個鄰居有沒有能力發明或引進高度文明的思想或制度，讓鄰國見賢思齊。好鄰居在往日四海不通的世界更加重要，因為民眾可以遊歷的範圍甚窄，近的只有家門四周的鄰居，遠的也不出與國境接壤的鄰國。鄰居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模仿參考對象。這些歐洲國家從人權價值、基督信仰到社會全民保險制度等等，可以說都是彼此參照、互相模仿，甚至互相強加的結果。比如回教的信仰能在歐洲的外圍如塞爾維亞小量繁殖，很難一步跳到歐洲的中心地帶。然而在這個世界，壞鄰居卻是主流。北歐、西歐、中歐的好鄰居是不常見的。歐洲東面的蘇聯是歐洲最大的壞鄰居。可以說，在現代，只要未出歐洲而沒有皈依回教或接近蘇聯，已經幾乎是免於北參世界的保證。能夠在低檔或劣質文明之林中拔地而起，需要驚人的能力或者優質殖民統治。日本、以色列、澳洲、台灣等等都是當中很好的樣板。瑞士湖光絕美，只欠真實。自從近年來見過挪威無數水清有魚的峽灣和湖泊之後，已經不大容易對水動心了。即使什麼多瑙河、塞納河，原來也不過如此。但想不到瑞士的湖水和河水還有美的那麼厲害。水質清澈蔚藍，最迷人的是水面總是不斷湧起旋起旋滅的漩渦，望之目眩。我坐火車登上歐洲之巔，3400米，終年積雪比海拔2200米的阿里山森林鐵路還要高出1000多米的瑞士少女峰主峰，途中目擊久仰大名的阿爾卑斯山乳牛，冒煙奔流的溪水和平生所見最美的雪景。無怪當年歌德、拜倫、雪萊等詩人來到少女峰山腳就已經不能自控，徘徊低吟。瑞士人從1866年起花了46年，到1912年千辛萬苦建成了這條150公里通往山巔的鐵路，技術文明和剛毅不屈，缺一不可。但如果是瑞士不是中立國，可以長期免於戰火，這些鬼斧神工也未必能留得下來，甚至根本未必有人願意花半個世紀去愚公移山。這也是瑞士的建設得以長期平穩發展和保留的重要原因。所以瑞士之美，我覺得有點溫室培植的不真實感。西班牙、
歐洲文明的臨界線，從桃花源一樣的瑞士輾轉到西班牙南端酷熱和缺水的隆達，當中的差異令人思緒萬千。西班牙南部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，因為這裡曾被信奉回教的摩爾人統治了700年，到15世紀中葉才被西班牙人以武力統一。當地無數信奉回教的摩爾人被迫改信天主教，頑強無比的回教徒居然改信天主教，這令我極感興趣。我很想去問問他們的感受，但怕冒犯他們而沒有開口。他們從北非移植到相對沒有那麼熱的西班牙南部，皮膚已經變成淺棕色，但阿拉伯人的輪廓還是清晰可辨。阿拉伯音樂仍然處處可聞，這樣一大群白化了的伊斯蘭世界叛徒就在眼前。再想到西班牙在當前反恐行動中成為美國少數的堅定盟友，我感到相当震撼。但我估計，他們如果還是清醒的話，是應當沒有遺憾的。試問古往今來，有多少人能夠從伊斯蘭世界的手中逃得出來？然而，摩爾人得以在西班牙南部浴火重生，不是以基督文明或工業文明相對於伊斯蘭文明而言，這對摩爾人而言已經是大豐收。但在我看來，西班牙無疑已經是歐洲文明的末尾。這單從其經濟長期死氣沉沉、殘暴對待巴斯克獨立運動中已經可見一斑。從隆達到馬德里，我在西班牙第一次感受到午睡的威力。店鋪中午打烊將近4個小時，直到6點才重開。天氣乾燥酷熱，任何人，包括我，自中午開始就想睡覺。若不是在冷氣間，根本無法思考。一位位於當地正在修理自己屋頂的愛爾蘭人抱怨說，在西班牙不能在戶外工作，並說難以清醒思考，以致開工時頻頻出錯。在隆達，我探望了一對從香港去的英國戀人，他們剛在無水無電的荒野買了8公頃土地，一心搭建他們的夢想家園，但是花了4000歐元，鑽了2個分別70米和150米的科學井，還是沒有水。而他們計劃興建的住宅以及附近一帶的民居更沒有任何保險可買，可見那裡的環境資源和現代文明社會制度是如何的貧乏。甚至連買一輛車都麻煩到不得了，比如買主不但要有當地的居民號碼，而且要有車牌。但這對戀人恰恰是女的有居民號碼但沒有車牌，男的有車牌卻沒有居民號碼，結果要高價租車代步。原本男的按照慣例起碼要等2周才能獲得頒發的居民號碼，但當有關政府人員得知他的汽車保險經紀是其老友時，立刻自動將2星期縮短到2天。我這位已經被折磨得半死的朋友感到悲喜交加，為他自己喜，為西班牙的腐敗而悲傷。他們馬上拿着8000歐元去測試那輛被賣主形容為性能一流的2手四驅車。賣主出動5-6個人，鼓動如簧之舌，熱情招呼，卻不料一開車就熄火。2位朋友說，這顯然是個騙局。說這些平時對英語很抗拒的西班牙人，居然逗他說英語時已經感到不妙。我安慰他們說，這車在試車時垮台，不是他們的運氣嗎？氣溫與文明似乎有關係。從馬德里到巴黎，令人看到，同樣是拉丁民族，可以有這樣大的分別。在馬德里，彌漫着的木氣、小家子氣、窮酸氣和餐館職員在門外兜售未經餐的陰陽怪氣，還有特別是中年男士，個個就像懷胎9個月的肥胖肚子，在巴黎變成精致而豁達的雅氣，美食當前，而居然人人身段標致，又沒有港式瘦身之病態，女士沒有俗不可耐的一窩蜂陸騎，而是各具風姿。餐館不會有職員在門外自貶身價，懇求路人給個面子。我在巴黎就像在慕尼黑或者挪威那樣，是可以思考、樂於閱讀、不覺昏睡的。我看氣溫差異與西班牙和法國的文明高下似乎有關係，但由於全球生態惡化，近年巴黎夏天的氣溫屢創新高，長此以往，我看足以成為該地區文明的一大隱憂。回到奧斯陸，
我第一時間與闊別數年的英國好友敘舊。這位英國怪人幾年前曾連續8年騎單車做了一趟以落後國家為主的環球之旅。他是我的地球活字典。我向他就教一個我思考了好幾年，可惜過去只引起了如孟德斯鳩之類一些有识之士關注的問題：寒帶地方的文明是否普遍比溫熱帶地方的文明更高？如果是，那又是為什麼？他沉思片刻後說：看來確實如此。他說恐怕主要是出於2大原因：一是溫熱帶的天然資源幾乎唾手可得，至少在被破壞之前是這樣，人們不需要用腦規劃；二是天氣太熱，人們根本不想用腦，無法思考。我們就此交換了許多看法。我說，也許這個世界有許多熱死人的地方，從一開始就應該列為生人勿近的禁地。我以為炎熱確是人類無數災難的根源，但人類社會從來沒有就人類可居住的適宜溫度定出任何標準，反而在熱帶地區住上更多的人，惡性循環不堪設想。原載於2004年9月《開放》雜誌。